疫情放开后，好多朋友都想着踏出国门，趁着假期放松一下压抑许久的内心。有些国家自然对我们非常的热情，而有些国家真的是不要脸到了极点，不仅层层加码，还区别对待。韩国更是要上天，中国人入境要走特殊通道，不仅要出示核酸阴性证明，还得落地核酸，出来后强制佩戴定制黄牌，睡大通铺隔离，简直就把我们当成了囚犯，令人怒火中烧。而今天我要讲的这段黑历史，让我相信了日韩这两条舔狗就是和他们的老大哥美国学的，同样是一场传染病。看看人家美国在上世纪是怎么做的，所有墨西哥人想要过境去美国，都要经历一场汽油浴。这种可怕的消毒流程还包括毒气熏蒸、剃毛除湿等等，而且不管男女老少，通通都要裸体过境。这段屈辱的历史，归根到底是人脏还是人坏呢？Greaser 翻译为油脂者、润滑工人，在美国的俚语里面还有外国佬的意思，是针对墨西哥等拉美国家人民的蔑称。之所以要提这个，是因为这种蔑视贯穿了这一整个故事。1917年4月6日，美国因德国无限制的潜艇战而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再加上德国密电墨西哥企图结盟，美国人被彻底激怒，宣布放弃中立，加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激起了深深的爱国主义情绪，尤其是排外主义也达到了巅峰。与此同时，墨西哥境内爆发了斑疹伤寒，日益严重。这是一种经人尸传播的急性传染病，通常会在监狱或者集中营爆发，进而传播到外界。而早在1916年6月17日，处于美墨边境的德州城市埃尔帕索市长就给全城的外科医生发了一封电报，说是每天都有数百名肮脏的墨西哥人会抵达埃尔帕索，如果不立即采取隔离措施，美国也将传播大量的斑疹伤寒。看来一项全面的检疫政策刻不容缓。很快，公共卫生服务部门决定对所有进入美国的墨西哥人都进行强制消毒。美国当时也开始在埃尔帕索与墨西哥华雷斯之间的边境地带设立检疫站。最终，这种隔离措施蔓延到了整条美国与墨西哥的边境。自此，墨西哥人的噩梦正式开始。在当时，又穷又脏，下等人就是墨西哥人的标签。想要过境，他们不仅要脱光所有的衣服，还要上交所有的贵重物品，这些通通都要拿去用蒸汽烘干机消毒，再用氢氰酸熏蒸。这还不算完，所有的人都要赤身裸体的站在边防人员面前，检查身上所有长有毛发的地方，不管是头皮、腋窝、胸部还是下体，都要挨个地方筛查，看是否藏有虱子。如果有虱子，那不好意思，这个人将面临一连串带有羞辱性的酷刑。就比如男性会被剃光身上的毛发，当场烧掉，而女性的长发则会被浸泡在醋和煤油的混合物里面，持续至少30分钟。如果2次检查过后还有虱子，那就要继续浸泡。当边防人员宣布通过除湿测试后，这些人就会被带去淋浴区，喷洒由肥皂屑和煤油制成的液体皂。洗完之后，他们再去领取消毒完成的衣物，并且接种疫苗，获得一张证书，才能顺利通过边境。这样一套流程下来，简直是被侮辱到了极点。更可恨的是，负责脱衣检查的边防人员时不时还会拍摄女性的裸体照片，放在酒吧里面分享出去，四处招摇。其实这样的汽油浴不仅对人体有毒，还相当的危险。早在墨西哥斑疹伤寒刚爆发的时候，就已经发生过一次惨痛的教训。由于监狱又黑又暗，人口又拥挤，在这样的环境下，斑疹伤寒传播的速度非常快。为了避免情况恶化，在1916年，埃尔帕索市监狱的囚犯被强制要求脱光衣服，浸泡在汽油、煤油和醋的混合物当中进行洗澡消毒。不幸的是，3月5日这一天，有人划了一根火柴，意外点燃了正在洗澡的囚犯们。就这样，50名囚犯被大火困住，其中27人丧生。这一悲剧后来被称为监狱大屠杀。然而，埃尔帕索市长却宣布，整件事情都是一场不可避免的事故，没有人需要对这些死者负责。悲剧发生之后，每一个试图越过边境的墨西哥人都深陷被活活烧死的恐怖阴影之中，他们既害怕悲剧重演，却又无能为力。讽刺的是，在当时，欧美媒体大肆炒作斑疹伤寒的溯源，妄图攻击墨西哥。但事实上，埃尔帕索这个城市的斑疹伤寒病例并不比美国其他城市严重很多。据统计，在当时全美的31个斑疹伤寒病例中，只有3例来自埃尔帕索。而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种族歧视和仇恨的情绪在社会当中加速蔓延。17岁的卡梅丽塔·托雷斯是一名墨西哥女佣，她每天都要穿过边境，前往埃尔帕索给美国人打扫房屋。听说检疫站的边境人员会偷拍女性裸体照片，张贴在酒吧里面，他的内心十分愤慨。1917年1月28日早上7点半左右，卡梅丽塔和往常一样乘坐电车来到圣达菲桥边境设施。当检疫站的边防人员示意他们要下车进行消毒后，卡梅丽塔拒绝接受汽油浴，
而边防人员自然是不肯放行的。但正是因为他的据理力争，电车上的其他女性也纷纷加入抗议的行列，他们共同抵制这种羞辱性质的消毒流程。现场很快就引起了巨大的骚乱，聚集了不少看热闹的人。这些抗议者大多数都是年轻的女佣，他们恨透了这些道貌岸然的边防人员，于是开始向他们扔石头。随着骚乱的持续进行，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抗议者行列，他们不顾一切地躺在铁轨上，阻碍正常交通。到了第二天，骚乱再次升级，这次抗议者主要由男性组成，他们利用汽油雨抨击当局政权。墨西哥华雷斯的警察局长得知后气急败坏，扬言要逮捕所有的示威者。不过许多墨西哥人都借此机会开始罢工，没有了劳动力，工厂都焦头烂额，只好出面协商。最后他们商定，那些没有感染过斑疹伤寒的人可以获得为期1周的免检证书，不用消毒就能直接通过边境。就这样，边境被迫关闭了2天，直到第3天，美国和墨西哥的军队才算平息了这场骚乱。据统计，在阿尔帕索边境共有数千名墨西哥人进行抗议。年轻的卡梅利塔被视为带头人，立即被当局逮捕。另外还有少数示威者也惨遭监禁，情节严重的则被公开处决了。可悲的是，即使汽油雨遭到了墨西哥人民的强烈抵制，但美国人却选择了无视。他们继续对移民者进行化学消毒，甚至变本加厉，使用更危险的化学品，就比如一种氢化物杀虫剂奇克隆 B， 还有 DDT 等等。关于奇克隆 B 这种杀虫剂，它的主要成分是氢化氢。在后来的1937年，纳粹科学家从这次的汽油雨中得到了启发，他们在毒气室中添加了奇克隆 B。起初，这种氢化物气体是用来熏蒸衣物和建筑物的，从而达到杀虫的目的。但在2战时期却成为了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武器，因为它起效时间快，毒性猛烈，在几秒钟的时间内就能让人产生剧烈的痉挛，攻击人体的大脑和心血管，最终一命呜呼。据说纳粹科学家曾经在600名苏联战俘和250名波兰战俘身上试用了奇克隆 B， 果然在短短几分钟内，这些俘虏全部都死光了。1942年初，纳粹开始正式使用奇克隆 B 作为大屠杀期间的首选杀戮工具，死在奇克隆 B 毒气之下的犹太人达到了100多万。而更加可悲的是，发明奇克隆 B 的德国化学家弗里茨·哈伯还是个犹太裔。那么让我们回到正题，在这场骚乱过后没几天，一项新的移民法通过，为墨西哥劳工进入美国又增加了障碍。除了消毒之外，墨西哥劳工还要通过所谓的识字测试，每人还需缴纳8美元的税才能入境。另外，按照规定，他们是无法从事合同工的。这样的政策持续了1年，到了1918年，又有了新的骚操作，美国边防人员开始拒绝残疾人、身患恶疾者、流浪者、低能儿、精神病患者等等入境。如此滥用科学技术，真是让人脊背发凉。然而，当斑疹伤寒的威胁过去后，美国与墨西哥的边境地带还在执着于除湿消毒，而且这一做法持续了数十年。不过，在2战期间，由于战时劳动力短缺，美国又急着向墨西哥人打开了国门，最终2国达成协议，以合法的方式允许墨西哥工人越境为美国农业公司工作，这就是布拉塞洛计划。更关键的是，即使有合法协议，即使没有传染病，墨西哥劳工在进入美国之前，还是要被喷洒杀虫剂 DDT。这恐怕不是真的脏，而是多年来的这种根深蒂固的偏见与种族歧视在作祟。其实我在查资料的时候发现，很多人都在感慨自己竟然对这段边境黑历史一无所知，更不要说大部分的美国人了，这几乎都没有存在在历史课本中。然而比起悲剧本身，最可怕的是它会被遗忘。当然，现如今贯穿历史的种族主义基调仍然存在，当历史重演，是否依旧无能为力呢？遗忘历史的人必定会重蹈覆辙，这是刻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纪念馆墙上的一句话，发人深思。我想这句话放在全世界各地同样的适用。不管怎么样，一桩桩一件件的屈辱史都值得我们铭记于心，正视历史。那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大家对于汽油雨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和投币。我是正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在视频开头想问一下大家，亚洲4大邪术是哪几个？可以在弹幕里面告诉我。我相信有了这4大邪术，别说换脸了，大变活人都不在话下。不过说正经的，在现代医学上，换脸术真的存在吗？我说的不是整容，也不是用自身皮肤移植，而是用别人的脸部器官装在自己脸上。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女人的脸，给5秒钟时间，请大家找出后天移植的部分。答案是嘴巴、鼻子和下巴，她就是世界上首位接受换脸的患者。可是这台手术虽然很成功，但她的生活状况却没有想象当中的这么顺利。
2005年5月，法国一位名叫伊莎贝尔的女人因抑郁症发作，在睡前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直接昏死了过去。可当她醒来后，发现自己不但没能如愿，还躺在血泊之中。更离谱的是，伊莎贝尔本想抽根烟冷静一下，竟然怎么都塞不进自己的嘴里。她这才意识到不对劲，赶忙去找镜子。当看到镜子里的自己时，伊莎贝尔大声尖叫了起来。他声称自己变成了一个怪物。很快他被送往医院，据调查，他是被自己的宠物狗一只拉布拉多犬咬掉了大半张脸，其中还包括了鼻子和嘴巴，部分头骨都暴露在了外面。当时拉布拉多犬见主人不省人事，于是设法晃醒它，但不小心弄出了血。闻到血腥味后的拉布拉多犬便越发的疯狂了起来，开始啃食起了自己主人的脸。所以伊莎贝尔算是彻底的毁容了。由于伤势非常严重，医生伯纳德当即就排除了进行传统面部重建手术的可能。但就当伊莎贝尔心灰意冷之时，事情又有了新的转机。原来伯纳德联系了法国著名的外科医生简·米歇尔，经过多方商讨及会诊，他们提出可以给伊莎贝尔进行一台开创性的面部移植手术，不过前提是要找到合适的捐赠者。于是医生团队立刻向法国生物医学署提出申请。其实对于这台手术，伊莎贝尔说不担心肯定是假的。她被明确告知，此次手术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位接受面部移植手术的女人。另外，没人能够保证手术结果是否会令她满意，专家预测的成功概率也仅仅只有 33%。但伊莎贝尔转念一想，自己已经成了这样了，还会比这更加糟糕吗？最终他同意了手术。幸运的是，很快就有了相匹配的捐赠者。终于在2005年11月，法国北部亚眠大学医院的医生团队花费将近15个小时，成功将捐赠者的嘴唇、鼻子和下巴移植到了伊莎贝尔的脸上。术后24个小时，伊莎贝尔才醒过来。其实从护士们的眼神当中，她也能清楚地感受到手术效果至少不会太糟糕。所以当鼓起勇气照镜子的那一刻，她非常的激动。不过由于伊莎贝尔的气管也进行了处理，一时间她还没有办法说话，但她还是坚持在纸上写了一句谢谢，递给了医生。手术之后，伊莎贝尔恢复的还算不错。她告诉记者，自己很清楚是不可能再回到最初的样子了。虽然脸上留下了2条明显的疤痕，但比起毁容的脸，她已经很满意了。而且只要戴上口罩，就能完美的遮住下半张脸。除了美观问题之外，伊莎贝尔也很快就学会了控制新的面部肌肉。她经常会在镜子前面审视自己的脸，练习该如何做表情，如何正常的吃饭和说话。但她也曾经坦言，起初自己也会觉得怪怪的，特别是在照镜子的时候，她总能觉得看到2个人，永远有人在盯着自己看，而且也不习惯把舌头伸进另外一个人的嘴巴里面。但当她得知捐赠者生前也是有抑郁症，后来是上吊自杀而亡的，于是他就不再觉得害怕了。他觉得自己与捐赠者之间冥冥之中存在着某种联系，才会让他们以这种神奇的方式相遇。其实术后，伊莎贝尔很少出现在公众视线里，一直以来他都非常注重自己的隐私，不希望自己的生活被打扰。但大众八卦的热情超乎了想象，尤其是当得知伊莎贝尔曾经试图自杀才换的脸，这引起了各大媒体的广泛关注。媒体的大肆宣扬让人们对伊莎贝尔颇为好奇，搞得他好几个月都没敢出门。后来每当走在路上，他都会引起路人的侧目，不懂事的孩子甚至会当面嘲笑他，称他为马戏团的动物。渐渐的，伊莎贝尔习惯了这些不友好的目光，他完全接纳了与别人共用脸的事实。每当受伤时，他都会认认真真的看一下镜子里面的脸，告诫自己是他给予自己新生活的希望，千万不要放弃。虽然伊莎贝尔一直以来都恢复得很快，她与新面孔适应的也越来越好，但不幸的是，她的身体开始传来噩耗。手术留下的并发症让她痛苦不堪，医生告诉她，接下来要终身服药才能缓解身体上的不适，如果不吃的话，她的面部将出现不可逆转的溃烂。到后来，伊莎贝尔不得不定期注射药物，才能防止她身体出现排斥反应。虽然免疫的抑制治疗在初期效果比较好，但她还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肿瘤、糖尿病、肾衰竭和高血压等副作用。在临终前，伊莎贝尔的情况已经非常的不乐观了，她都没有办法控制住嘴巴。最终在2016年4月22日，伊莎贝尔的身体没能挡住2种癌症的攻击，遗憾去世，年仅49岁。事实证明，即使采用了最好的免疫疗法，大多数患者也会因皮肤移植而出现并发症。但伊莎贝尔手术成功的案例，大大推动了面部移植手术的脚步。不过，关于她的手术，从头到尾就充满了批评的声音。首先，有人认为不该给伊莎贝尔做手术的，因为她的精神状况令人堪忧，并不是理想的移植手术接受者，还有可能会再次尝试自杀。
这对于捐赠者来说并不公平。其次，有人批评医生团队，他们之所以不采用传统的面部重建手术，就是为了争取开创性手术的荣誉。明明另一种手术更加的安全，也符合患者的最大利益。为此，他们还呼吁相关部门调查一下这些外科医生是否存在猫腻。在1994年，一名年仅9岁的女孩也惨遭毁容，她的名字叫做桑迪普·考尔，出生于印度北部的查克库德。事发当天，她正在自家农场上捣鼓打谷机，一不小心，桑迪普的辫子被割草机卷了进去，导致脸和头皮被撕裂。母亲目睹了全部过程，但以为时已晚，所有人都被这触目惊心的场景给吓坏了。很快，母亲迅速捡起掉落在地上的所有血肉模糊的东西，装在一个塑料袋里面，开车前往医院。大约开了3个小时，母女俩终于来到了基督教医学院。母亲哭着告诉医生，我不知道他的脸在哪里，所有的东西都在这里了，一定要救救我的孩子。不巧的是，当时医院里面只有一个值班医生，可桑迪普的情况紧急，根本没有办法等，所以医生亚伯拉罕·扎马斯也决定赌一把。手术进行了10个小时，亚伯拉罕尝试将女孩的部分面部组织和头皮重新连接到她的头上，包括重新连接血管跟神经。出人意料的是，桑迪普除了留下不可避免的疤痕以及轻微的肌肉损伤之外，手术相当的成功。后来在多年后，桑迪普还参加了护士培训。对于他来说，当年亚伯拉罕医生的手术不仅重塑了他的脸，还给了他第2条生命，未来也希望自己能够救死扶伤。而相比之下，伊莎贝尔的命运真的算是坎坷了，想自杀没死成，还被自己的狗咬伤，直接毁容。遭受了漫长的手术后，又要终身吃药避免排斥反应，最后在并发症、癌症的双重打击下，让他的身体不堪重负，不到半百就去世了。不知道伊莎贝尔在与陌生的面孔相依为命的11年时间里，她的心路历程是怎样的？不过据说在术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也还是很难摆脱抑郁症，因为除了之前的老问题之外，他还是很难接受别人怪异的眼光，而且医生也告诉过他，未来身体很有可能会出现严重的排斥反应，要做好心理准备。所以虽然伊莎贝尔看上去总是很乐观，但她实则背负了太多的心理压力。每当说到面部移植或者整形手术之类的，我们总会想当然地认为这恐怕是从近代才发展起来的，可实际上植皮术在几千年前的古印度就发明了。在公元前8世纪，人们已经知道可以用患者的皮肤和组织来重建受损的面部特征。一位古老的印度治疗师苏什如塔·萨姆希塔被誉为整形之父，他就曾为皇室成员重建受损的鼻子，而苏什如塔用的就是患者的额骨正中皮瓣。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技术得到了改进，尤其是世界大战的爆发，大大推动了整形外科的迅速发展。因为许多士兵都被炮火炸得面目全非，如果不进行移植手术，恐怕会严重影响今后的生活。人们对于先天的畸形或者后天毁容的人，总会不自觉地投去不友好的目光，甚至要盯着对方看，指指点点，戳人痛处。其实这样的行为也相当的残忍，虽然你的举动并未对他造成实质性的伤害，但很有可能就浇灭了他所有的勇气和信心。所以还是要学会换位思考，用你最友好最自然的态度宽慰那些有缺陷的人，鼓励他们勇敢面对自己的不幸。毕竟外表不是一切，心灵之美才是人世间最美好的东西。那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和投币。我是正正，咱们下期再见吧。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了解过太多的空难了，有2架飞机相撞的，有挡风玻璃开裂的，有飞机引擎撞小鸟的，还有起落架失效的，等等等等。人们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面总结出了各种飞机失事的原因，并尽可能的改进。但就算到了今天，我们都不能肯定飞机能有100%的安全性。如果还能想出一种另类的空难形式的话，各位觉得还有什么是有可能发生的呢？可以在弹幕里面留言。那今天咱们要讲的这起空难，规模不算很大，但足够另类。2架飞机相撞，它们竟然卡住了。你没有听错，就像叠罗汉一样捆绑在了一起。此时飞行员面临两难的抉择，如果全部跳伞，那飞机失控坠毁，很有可能会伤及无辜的人群；如果控制他们，那飞行员就会面临九死一生的局面。到最后，他究竟做出了什么选择呢？布洛克斯比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一个小镇，人口虽然稀少，却一度万众瞩目，因为就差那么一点点，这个地方就要被毁了。同时，在这场离奇的事故当中，价值4万英镑的2架飞机奇迹般的保住了，也难怪布洛克斯比会以此出名。2战初期，澳大利亚在新南威尔士州里维纳地区的空军基地森林山建立了一个飞行培训学校，为的就是进一步培养飞行员作战所需要的特技。
另外，安森是英国阿弗罗公司生产的一款双引擎多用途飞机。二战爆发后，安森已经不适合在前线作战，于是这款机型大多都被用于侦察和飞行员的训练机。1940年9月29日上午，两架安森从森林山起飞，准备在新南威尔士州的南部进行常规的越野训练。编号 N4876 的飞机由伦纳德·富勒驾驶，另一架编号 L9162 的则是由杰克·休森驾驶。他们各自都带着一名领航员上天。到了10点45分，两架飞机来到了布洛克斯比上空约300米的地方，意外发生了。伦纳德和杰克的飞机一前一后，准备做大幅度转弯，可在此过程当中，杰克的飞机出现在了伦纳德的盲区，只听一声巨响，两架飞机瞬间就撞到了一起，就像是两块被绑在一起的砖头。此时的情况非常的糟糕，伦纳德的飞机在杰克的上方，两台发动机引擎全部被撞坏，而下方杰克的飞机虽然发动机还能正常运行，但机罩被另外一架飞机的螺旋桨给打破了，杰克自己也被螺旋桨刮伤。4名飞行员都明显的能够听到两架飞机相互摩擦的嘎吱声，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很快，2名领航员率先跳伞，但如果这个时候飞行员也跟着跳了，那飞机绝对会坠毁，到时候不只是飞机没了，坠毁地点更会损失惨重。此时伦纳德尝试移动了飞机的控制装置，他灵机一动，虽然发动机坏了，但自己还能控制副翼和襟翼，再利用下方飞机的发动机，这样即使是叠罗汉也能控制飞机的走势。但有一点他也考虑到了，那就是如果强行用飞机腹部着陆，下方的杰克肯定会遭殃。想到这里，伦纳德命令杰克先跳伞。眼下他无法控制飞机的速度，只能四处寻找最适合降落的地方。为了把损失降到最低，伦纳德尽可能的要找一个远离农舍和房子的空旷地区。就这样，他独自飞行了大约8公里，最后决定在布洛克斯比西南方向的田地上进行降落。这要放到平时，飞机着陆简直是小菜一碟，但如果两架飞机死死的卡在一起，控制起来绝非易事。随着时间1分1秒的流逝，下方飞机的发动机已经奄奄一息，伦纳德不能再等了。他在空中绕了好几圈后开始降落，最终凭借沉着冷静的心理以及高超的驾驶技术，伦纳德将两架飞机降落在了草地上，滑行了180米后停住。令人意外的是，杰克是事故当中唯一受伤的人。一开始在发生碰撞时，杰克后背就受伤了，后来飞机一直在下降，杰克不得不在驾驶舱里面翻找降落伞，最后他从破碎的玻璃当中爬出去，然后跳伞。据说降落伞打开的有些晚，杰克还摔了一大跤，事后他被送到了医院进行治疗，4个月后完全康复。那么伦纳德是如何成功降落飞机的呢？我们刚才提到的伦纳德强行机腹着陆，其实顾名思义就是用机身的下腹部作为主要的着陆装置。在正常情况下，飞机要使用起落架才能着陆，但假如出现起落架故障或者飞行员忘记放下起落架等意外情况，那飞机就不得不用机腹着陆了。这种硬着陆的方式在现实生活当中算是无奈之举了，因为在此过程当中，飞机会剧烈的撞击地面，可能会导致翻转，再因为一路摩擦，温度过高，又可能引起爆炸解体，所以飞行员必须要控制的相当精准。假如当天的风速不利，能见度低，又或者飞机有其他意外损坏的情况，任何一个因素都能影响机腹着陆，一不小心就会机毁人亡。而当天的情况恰好是满足了机腹着陆的条件，而且降落地点还是在草地上，所以有惊无险的成功了。那在这里讲一个非常著名的机腹着陆案例，波兰航空紧急迫降事件。2011年11月1日下午1点35分，一架波音767飞机从美国纽瓦克飞往波兰华沙，机上共有220名乘客和11名机组人员。然而，刚出发不到30分钟，飞行员就收到了中央液压系统出现的故障报告。所有机组人员意识到，该故障会导致起落架无法正常伸展，影响飞机着陆。在与航空公司商量之后，机长决定继续飞往华沙，而且要把燃料都用完后再降落。与此同时，目的地机场
术出色，有勇有谋。伦纳德还在巴勒莫上空的行动当中获得了杰出飞行奖章。1942年3月，伦纳德回到澳大利亚，成为了一名飞行军官，事业一路风生水起。然而，曾经大难不死，化险为夷，但他并没有走向一个圆满的结局。1944年3月18日，他在骑自行车的时候被一辆公交车撞倒，不幸离开了人世。这不仅令人唏嘘，对于他来说，到底什么交通工具才是最致命的呢？那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和投币。我是真真，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为了自由，你们愿意付出怎样的代价？可以在弹幕里面告诉我。众所周知，在冷战时期，一堵柏林墙见证了一个国家的分裂，东德、西德分别由苏联和美英法占领，仅仅一墙之隔，亲人分隔两地，生活环境也是天差地别。因此，很多东德的居民就算是冒着生命危险，也要翻过墙去。可是，戒备森严的边界地带布满了铁丝网、地雷和机关枪等等，无奈之下，想逃跑的人只好把目光转向了天空。曾经就有2个人，他们自制了热气球，带着家人成功飞越了柏林墙，完成了这一壮举。可怕的是，在这之前，他们已经尝试过了2次，都以失败告终。哪怕再晚这么一丁点，恐怕就要大难临头了。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被美苏英法4国所占领。很快，冷战爆发，有关于德国资源的分配问题，这些国家商讨了很多次，都没能达成一致。1949年5月，苏联占领区宣布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简称东德，而美英法占领区合并，成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也就是西德。一个德国就这样被分裂成为了2个国家。然而，对于东德居民来说，他们还是无法接受被苏联人民解放的事实。就这样，隔阂越来越深。相比之下，西德本身就是工业聚集地，无论在面积、人口还是经济上，都占据了极大的优势。自从德国投降后，流落在东欧各国的德国人都惨遭驱逐，他们大多也都返回到了西德。而东德人见状，纷纷开始流入西德，大约有360万人迁移了过去，其中还包括了大量的高级人才。本来人口就不多，穷得够呛，还要流失这么多的居民，东德再也坐不住了。为了阻止两地的自由往来，1961年8月13日，苏联总理赫鲁晓夫下令开始修建柏林墙，永久关闭边界。据统计，从1961年到1988年期间，有7万5千名东德人因试图逃往西德而入狱。他们有的翻墙，有的挖地道，还有的开卡车撞出去，反正逃跑方式五花八门。为了严防死守，东德政府增设了瞭望塔、碉堡和电网，边境巡逻队也已经被允许采取任何致命手段，试图阻止穿越柏林墙的人。而那些心心念念想要离开东德的人就要伤脑筋了。彼得和冈特就是一对难兄难弟，他们是同一家塑料厂的同事，由于志趣相投，他们成为了无话不说的朋友。很快他们聊到了逃离东德的禁忌话题。在这之前，彼得是东德的空军机械师，而且又有逃跑者成功利用农用喷药飞机飞到对面的案例，所以最开始彼得建议他们可以建造一架直升飞机。但仔细考虑之后，彼得就发现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因为他和冈特两家一共8口人，根本就搞不到匹配的发动机。就在他们一筹莫展的时候，电视里面的热气球节目给了他们启发。1978年3月7日，彼得和冈特开始收集和制作热气球所需要的材料。他们先计算出所有乘客加上热气球的重量，大约在750公斤左右。要想让这些重量飞上天，气球则需要容纳2000立方米的空气，加热到100摄氏度。这样下来，根据估算，热气球所需要的材料面积至少为800平方米。其实光是这一串数字就已经让他们头疼了，因为东德有一个神秘的国家安全部，简称斯塔西。这个特殊机构曾经被称为世界上效率最高的秘密情报机构。不夸张地说，在东德遍地都是斯塔西的眼线，简直是无孔不入。所以彼得和冈特想要在东德一下子收集这么多的面料，实在是太过引人注目了。为此，他们只能去邻近的城镇拼拼凑凑。最远的一次，彼得和冈特走了整整50公里。店员听说所需要的数量后，都非常的诧异。对此，他们解释说，这些面料是拿过去做帐篷的内衬，是为了露营俱乐部采购的，所以量才会如此之大。好在面料问题蒙混过关。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4名大人开始分工，彼得和冈特负责建造热气球的平台、燃烧器和临时的火焰喷射器，2位妻子则开始用窗帘、床单、淋浴帘和买回来的面料缝在一起。到了4月，彼得和冈特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偏僻的森林，决定先进行试飞。然而结果让所有人
任何人都不得入内。而这个警察在几天后去森林里拾柴，发现了热气球残骸，但他怕受牵连，于是选择了沉默。就这样，热气球降落后，戏剧化的是，彼得的一个朋友在1982年被西德赎回，在电器店里面打工。不过后来才知道，他已经成为了斯塔西的间谍，专门是来监视彼得的。所以在两德统一之前，彼得和冈特都生活在斯塔西的监视之中。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东德人民再也不用冒着生命危险翻墙了。彼得也搬回了家乡生活。最后，他于2017年3月11日去世，享年74岁。当年的热气球也被珍藏在巴伐利亚的博物馆当中，进行永久性的展出。世人惊叹于这个惊险刺激的故事，纷纷前去拜访打卡。那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是彼得和冈特的话，你会想用什么样的方式翻墙呢？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如果你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和投币。我是真真，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